平安。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书信是拿来看还是拿来听的？我想除了一些的书，好像这个 audiobooks 之外呢，大多数人都是用看来吸收资讯。我们看广告、看电脑、看手机，大多数时候用眼睛来吸收资讯。不过想象一下，如果你不识字，你会怎么样的来学习呢？或许是听收音机。在保罗的时代，每5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是识字的，20%，大多数人是文盲，不会读书的，所以就通过听来学习。那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很多人写信的时候啊，包括保罗，都要留意他的听众是怎么听。当时人写信很可能就委托另外一个人把他的信带去那个收信人那边。就比如以弗所书，保罗我们知道在第6章那边他提到，他委派一个叫推基古的人把这封书信带到以弗所的教会去。当推基古来到以弗所的教会，他大概召集了这些弟兄姐妹，或者就在主日他们的聚会的时候，在他们面前把这封书信朗读给大家听。他大概是一面朗读，一面把他从保罗那边所知道的一些消息呢提出来补充一下。有人认为希伯来书本身呢就是一篇的讲章，如果我们用原文希腊文读一遍的话，大概50多分钟那么长，和我们平时主日讲道差不多。因为书信主要的对象是听众，不是观众，因此圣经的作者在写信的时候啊，除了一方面要留意这个书信的长度之外呢，另外一方面也会通过一些写作的技巧来加深听众的印象。其中的一个技巧呢，就是不断的重复一些的字或一些的观念 repetition， 来帮助这些听众来记得这个信息的要点。就比如我们在上一课我们在查考保罗怎么样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保罗好几次提到他希望信徒知道神，真知道神。这个是第1章15到23节。现在我们回到第1章第3到14节那边做一个简单的练习。1章3到14节，你可以打开圣经来看。那在这段话里面，保罗重复了哪句话呢？时间的关系，我们找其中一句就好了，给你们一点暗示。那可以看一下在第5节有哪一句话接下来一直重复的呢？对了，这句话也在第9节重复，就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或者意志所预定的这句话。另外一句多次重复的话，就是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对吗？这个在第6、第12、第14节都有重复。当然你也可能有留意到，在第6到第8节之间，这个恩典这个字不断的重复，这就是当时人的做法，借着重复的观念来加深听众的印象。我们现代人习惯看多过于听，而且因为资讯太多了，我们说 information overload， 所以我们很容易觉得不耐烦。我们需要培养一个耐心听到的习惯，也要培养一个仔细查考圣经的习惯。读一些的经文不要太快的看过去，而是想象一下圣经的作者在对你说话。因此你要慢慢的读或者听。如果你觉得你对某一段的圣经很熟悉的时候，更是要慢下脚步，可以尝试朗读那段经文，这就是我们在
提到这个读经的时候的第一个步骤啊，我们要细读它。当你细读的时候，你或许会看到过去没有留意到的一些的功课。让我们现在来尝试一下。